Hello，耳机里、屏幕前的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呀！我是你们的主播青青杨，又准时和大家见面啦。今天咱们聊的这个话题，应该是很多人都关心，也常常困惑的攒钱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？每个月工资到手，明明想着要攒钱，可不知不觉就花光了。看着别人能轻松存下钱，自己却越攒越难，甚至越攒越穷。刷各种攒钱攻略，学着别人省吃俭用，可坚持不了几天就放弃，最后还是月光。还有人觉得自己工资不高，根本没什么钱可攒，干脆就不攒了。我以前也是这样的，刚工作那几年，工资不算高，也没有攒钱的意识，总觉得活在当下最重要。工资到手就随便花，买衣服、买零食，和朋友聚餐，偶尔还会冲动消费，买一些用不上的东西。结果就是每个月月底都月光，甚至有时候还要靠花呗、借呗周转。一年下来，不仅没攒下一分钱，还欠了不少债。后来有一次，家里突然有急事，需要一笔钱。我翻遍了所有的银行卡、手机、钱包，竟然凑不出多少钱，只能厚着脸皮向朋友、家人借钱。那一刻，我才真正意识到，攒钱不是选择题，而是必修课。攒钱不是为了抠门，不是为了委屈自己，而是为了给自己留一份底气，留一份退路，应对生活中的突发情况，也为了实现自己的小目标，比如买一件喜欢的东西，来一场旅行，甚至是给自己留一笔应急资金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开始慢慢摸索攒钱的方法，踩过不少坑，也总结了很多实用的小技巧。今天青青杨就想和大家好好聊一聊攒钱的正确方法。不管你工资高还是低，不管你是月光族还是刚开始尝试攒钱，都能听懂，能落地，不用省吃俭用，不用委屈自己，就能轻松存下钱。全程没有高深的道理，全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实操经验，希望能帮到每一个想攒钱却不知道怎么开始的你。首先，我想先纠正一个很多人的误区，攒钱不是省出来的，而是规划出来的。很多人觉得攒钱就是要省吃俭用，少吃少喝少买，把自己逼得很紧。可这样的攒钱方式往往坚持不了多久，反而会因为过度压抑，导致后期的报复性消费，最后越攒越穷。真正的攒钱是在不影响正常生活质量的前提下，合理规划收入和支出，把该花的钱花到位，把该存的钱存下来，既不委屈自己，也能慢慢积累财富。就像我现在依然会买自己喜欢的东西，依然会和朋友聚餐，依然会享受生活，但我再也不会月光，每个月都能稳定存下一笔钱，这种感觉真的特别踏实。今天我就从攒钱前的准备、攒钱中的实操、攒钱后的坚持3个方面，和大家分享攒钱的正确方法。每一步都很简单，大家跟着做就能慢慢存下钱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攒钱前的准备，做好这2件事，攒钱会轻松一半。很多人攒钱失败，不是因为方法不对，而是因为一开始就没有做好准备，盲目跟风攒钱，最后只能半途而废。第一件事，明确攒钱目标，让攒钱有动力。攒钱最怕的就是漫无目的，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攒钱，也不知道要攒多少钱，这样很容易就会放弃。所以在开始攒钱之前，一定要先明确自己的攒钱目标。这个目标不用太大，可以是短期目标，也可以是长期目标。比如短期目标，3个月攒5000块应急资金，6个月攒1万块，买一件喜欢的电子产品。长期目标，1年攒3万块，来一场旅行；3年攒10万块，准备买房首付。目标越具体，攒钱的动力就越足。我刚开始攒钱的时候，目标就很简单，先攒3000块应急资金，避免以后再遇到急事，只能向别人借钱。就是这个小小的目标，支撑着我慢慢坚持下来。
当我第一次存够3000块的时候，那种成就感真的难以形容。后来我又慢慢设定了更长远的目标，攒钱也变得越来越有动力。这里给大家一个小建议，把你的攒钱目标写下来，贴在显眼的地方，比如手机壁纸、书桌前，每天看到就能提醒自己不要乱花钱，朝着目标努力。第二件事，梳理收入和支出，摸清自己的钱袋子。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钱花在哪里，每个月工资到手，稀里糊涂就花光了，想要攒钱，却不知道从哪里省起。所以在攒钱之前，一定要先梳理自己的收入和支出，摸清自己的钱袋子。首先，计算自己的月收入，包括工资、奖金、兼职收入等，所有能拿到手的钱都算进去，得出一个固定的月收入总额。然后记录自己1个月的支出，每天花了多少钱，花在什么地方，都详细记下来。比如早餐、午餐、晚餐、交通费、房租、水电费、买衣服、买零食、聚餐等等，哪怕是1块钱也不要漏掉。我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用手机备忘录，每天记录自己的支出，1个月下来，我才发现原来我每个月在零食上花了几百块，在奶茶上花了200多块，还有很多不必要的冲动消费，比如买了很多用不上的饰品、衣服，这些钱加起来竟然有1000多块，相当于我工资的1/4。梳理完收入和支出之后，你就会发现哪些钱是必须花的，比如房租、水电费、交通费、伙食费；哪些钱是可以省下来的，比如冲动消费、不必要的聚餐、过多的奶茶、零食。这样一来，攒钱就有了方向，知道该从哪里入手，不用盲目省钱。好啦，攒钱前的准备工作做好了，接下来就是最核心的部分，攒钱中的实操技巧。这5个方法，普通人也能轻松落地，不用省吃俭用，就能稳定攒钱。第一个技巧，先存后花，强制储蓄，这是最核心、最有效的攒钱方法。很多人攒钱失败，就是因为先花后存，工资到手先花掉，剩下的再存起来。可往往到最后，剩下的钱寥寥无几，甚至1分都存不下来。正确的做法是，工资到手，先把该存的钱存起来，剩下的再用来花。比如你每个月工资5000块，设定每个月存2000块，那么工资到手的第一件事就把2000块转到专门的攒钱账户，剩下的3000块再用来支付房租、水电费、伙食费、交通费等日常开支。不管剩下的钱够不够花，都不要再动存起来的2000块。这里给大家一个小建议，专门开通一个攒钱账户，和日常消费的账户分开，最好是那种不能随意转账、不能扫码支付的银行卡，这样可以避免自己忍不住动用攒下来的钱。我就是这样，开通了一个专门的攒钱银行卡，工资到手立刻转钱进去，平时根本不会去动这个账户，慢慢的钱就攒下来了。另外，攒钱的比例可以根据自己的收入来调整，不用一开始就逼自己存很多，比如工资3000块就存500到1000块，工资8000块就存3000到4000块，循序渐进，慢慢提高攒钱比例，这样更容易坚持下来。第二个技巧，区分必要支出和欲望支出，拒绝冲动消费。很多人乱花钱，就是因为分不清必要和欲望，把想要当成了需要。比如看到一件好看的衣服，虽然自己已经有很多衣服了，还是想买；看到别人买了新款手机，自己也跟风想买；看到好吃的零食，就忍不住多买。这些都是欲望支出，不是必要支出。必要支出就是维持基本生活必须花的钱，比如房租、水电费、交通费、伙食费、物业费、医药费等，这些钱是必须花的，不能省。
而欲望支出就是可有可无的钱，比如买新款衣服、新款手机、奶茶、零食、不必要的聚餐、饰品摆件等，这些钱可以省下来或者控制支出。以后再想买东西的时候，先问自己3个问题：我真的需要这件东西吗？这件东西我能用得上吗？不买这件东西会影响我的正常生活吗？如果答案都是否定的，那就不要买，避免冲动消费。我以前就是这样，看到好看的衣服就想买，不管自己用不用得上，结果买了很多衣服，放在衣柜里，从来没穿过，浪费了很多钱。后来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，想买东西的时候，先冷静3天，3天之后再决定要不要买。很多时候，3天之后就会发现自己其实并不需要这件东西，也就不会买了，这样就省下来了很多钱。第3个技巧，合理规划日常开支，做好预算管理。攒钱不是不花钱，而是合理花钱，把钱花在刀刃上。所以我们可以给自己每个月的日常开支做一个预算，比如伙食费每个月1000块，交通费200块，房租1500块，水电费200块，零食奶茶300块，其他开支300块，每个月的总开支控制在3500块以内，超出预算的钱就坚决不花。预算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调整，比如每个月聚餐比较多，就适当增加一点聚餐预算；如果很少聚餐，就可以减少这部分预算。做好预算之后，严格按照预算来花钱，每天记录自己的支出，看看有没有超出预算，这样就能避免乱花钱，也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钱花在了哪里。第4个技巧，利用碎片化时间增加额外收入，让攒钱速度更快。如果你的工资不高，仅靠工资攒钱，速度会比较慢。这时候就可以利用碎片化时间做一些兼职，增加额外收入。比如利用下班时间做兼职文案、兼职剪辑、线上客服，利用周末时间去做兼职家教、兼职摆摊。如果有特长，比如会画画、会唱歌、会摄影，也可以利用自己的特长赚一些额外的钱。我刚开始攒钱的时候，工资不高，每个月只能存1000块左右。后来我就利用下班时间做兼职文案，虽然每天只能赚几十块，但1个月下来也能多赚1000多块，攒钱速度一下子就快了很多。而且做兼职不仅能增加收入，还能提升自己的能力，一举两得。这里要提醒大家一句，做兼职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渠道，不要被骗，而且不要因为做兼职影响自己的正常工作和休息，毕竟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。第5个技巧，拒绝无效社交，减少不必要的开支。很多人每个月都会花很多钱在社交上，比如和朋友聚餐、喝酒、唱歌。虽然社交很重要，但有些无效社交不仅浪费时间，还浪费钱。比如一些不熟悉的人组织的聚餐，一些没有意义的酒局，这些都可以拒绝。真正的朋友不会因为你不参加几次聚餐就疏远你。真正的社交也不是靠花钱来维系的。我们可以把时间和金钱花在真正重要的人身上，比如和家人聚餐，和真心朋友小聚，这样既温暖又不会花太多钱。我以前也经常参加各种聚餐，不管熟悉不熟悉，只要有人邀请就会去，每个月在聚餐上花的钱就有几百块。后来我就开始拒绝那些无效社交，把时间用来做兼职、看书，提升自己，不仅省下来了很多钱，还变得越来越优秀，身边也留下了真正真心的朋友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攒钱中的5个实操技巧，其实都很简单，只要坚持下来，就能慢慢存下钱。接下来就是第3部分，攒钱后的坚持，这是攒钱成功的关键。很多人攒钱都是3分钟热度，坚持几天、几个月就放弃了，
最后还是月光。所以坚持真的很重要。首先要接受循序渐进，不要急于求成。攒钱不是一蹴而就的，不可能一下子就存下很多钱，它是一个慢慢积累的过程。可能第1个月只能存几百块，第2个月存1000块，慢慢的攒的钱越来越多，只要坚持下去就会有惊喜。我刚开始攒钱的时候，每个月只能存1000块，那时候也很着急，觉得自己攒钱太慢了，甚至想过放弃。但后来我告诉自己，慢慢来，只要坚持，就一定会有收获。就这样坚持了1年，我竟然存下了1万多块。虽然不多，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，已经很有成就感了，也让我更加坚定了攒钱的决心。其次，要学会奖励自己，增加攒钱的动力。攒钱的过程可能会有点枯燥，有时候会忍不住想乱花钱。这时候，我们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些小奖励，比如攒够5000块，就奖励自己一件喜欢的东西；攒够1万块，就奖励自己一场短途旅行。这样一来，攒钱就会变得更有动力，也更容易坚持下来。但这里要注意，奖励自己的钱一定要在预算之内，不要因为奖励自己就过度消费。比如攒了5000块，就奖励自己一个几千块的包包，这样反而得不偿失，违背了攒钱的初衷。奖励可以是小小的，比如一顿好吃的、一本喜欢的书、一场电影，只要能让自己开心，能增加攒钱的动力就好。最后要保持积极的心态，不要因为偶尔的破例就放弃。攒钱的过程中，难免会有破例的时候，比如偶尔忍不住买了一件不该买的东西，偶尔超出了预算，这都很正常。不要因为这些小事就责怪自己，就放弃攒钱。我也有过这样的时刻，有时候看到喜欢的衣服，忍不住买了，超出了预算就会很自责，觉得自己攒钱没有毅力，甚至想过放弃。但后来我慢慢明白，偶尔的破例并不代表失败，只要及时调整，继续坚持，就不会影响整体的攒钱计划。所以不要对自己太苛刻，保持积极的心态，慢慢坚持，就一定能攒下钱。聊到这里，可能有人会问，青青阳，我工资很低，每个月除去房租、水电费、伙食费，根本没什么钱可攒，怎么办？其实我特别理解这种感受。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，工资也很低，每个月除去必要的开支，也剩不下多少钱。但我还是坚持每个月存几百块，哪怕只有200块、300块，慢慢积累，也能存下一笔钱。我想告诉大家，攒钱从来都不是有多少钱存多少钱，而是不管有多少钱都要存一点，哪怕每个月只能存100块，1年下来也能存1200块；每个月存200块，1年下来也能存2400块。积少成多，聚沙成塔，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自己存的钱越来越多，也越来越有底气。还有人会说，攒钱太委屈自己了，不想为了攒钱放弃自己喜欢的东西。其实，攒钱并不是让你放弃自己喜欢的东西，而是让你合理规划，分清轻重缓急，先满足自己的必要需求，再去满足自己的欲望需求。比如，你想买一件喜欢的衣服，可以先存一段时间的钱，等存够了钱再去买。这样既不会乱花钱，也能满足自己的欲望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我现在依然会买自己喜欢的东西，依然会和朋友聚餐，依然会享受生活，但我会合理规划自己的收入和支出，把该存的钱存下来，把该花的钱花到位，既不委屈自己，也能慢慢攒钱。这种状态真的特别好。其实攒钱从来都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难的是坚持，难的是找到正确的方法。很多人觉得攒钱难，就是因为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，也没有坚持下去。只要你做好攒钱前的准备，掌握攒钱中的技巧，坚持攒钱后的习惯，不管你工资高还是低，不管你是月光族还是刚开始尝试攒钱，都能轻松存下钱。
我们攒钱不是为了成为守财奴，不是为了抠门，而是为了给自己留一份底气，留一份退路，应对生活中的突发情况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小目标，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，是为了在未来的日子里有更多的选择，不用因为钱委屈自己，不用因为钱被迫妥协。我相信，只要你坚持下去，慢慢积累，总有一天你会感谢现在努力攒钱的自己，感谢那个不放弃、不敷衍、认真生活的自己。好啦，今天的播客内容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啦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到每一个想攒钱却不知道怎么开始的朋友，希望大家都能掌握攒钱的正确方法，慢慢存下钱，给自己留一份底气，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。愿我们都能合理规划自己的财富，不盲目消费，不委屈自己，慢慢攒钱，慢慢成长，慢慢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。愿我们都能在未来的日子里有钱有底气，有梦有方向，好好生活，不负自己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青青杨。不管你此刻正处于什么样的阶段，不管你攒钱路上遇到了什么困难，都希望你能坚持下去，相信自己一定能攒下钱，一定能实现自己的小目标。我们下期播客不见不散，拜拜。